欢迎回到壁画太多。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段藏在群山之间，却一路杀出名堂的生意传奇。想象一下，一清早，徽州小镇的山路上，雾气飘着，一位身背布包的少年，左手提着几尺绢布，右手拎着一罐松脂油，正哼着小曲儿下山。他没学历，没背景，靠着几样土特产，一头撞进了商道的大江湖。别以为他就是个挑担卖货的路人甲，他很可能就是50年后天下徽商的龙头老大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顺便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。现在财富自由了吗？哦，不，现在几点了？好，我们把灯调暗，空调温度设置到刚刚好，一起进入今晚的财富故事。徽商的故事从来不是官场起家的，而是地地道道从乡下趟出来的。徽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南部山区，地不平，田不多，山多水少，当地人没多少农田可以耕种，但脑袋瓜却个个灵光。没有地，咱就靠2条腿，一个肩膀，一只布包走出山去。于是，早在宋代，徽州人就开始走村串巷，做起了小生意。这些人最早被称作贩子，听上去不太体面，但别小看这2个字，他们比谁都能熬，能拼。一开始他们卖的东西不高级，大多是本地山货，松脂、茶叶、木炭、漆器，有时还带点粗布、干笋、草药。知道这有多苦吗？打个比方，他们得清晨3、4点就上山挑货，挑个几十斤，翻过几道岭，走个几十里，到外县甚至各省去换点布匹、粮食，背回来再倒腾成银子。生意虽小，但利润不低，尤其是遇到信息差大的时候，比如某个县正闹干旱，米价飙升，他们从山这边背一点粮食过去，就能翻倍卖掉。这就是徽商最初的商业直觉，哪里有需求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到了南宋中后期，随着交通和商路慢慢清晰，一批头脑灵活的徽州人就不再满足于走村卖货了。他们开始走向城市，在集市边找个铺位，干起了做商。但要租铺子、进货、招伙计，这些都得本钱。于是问题来了，从哪弄钱？这时候，徽商的第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出现了，合股制。几个亲戚朋友甚至邻里乡亲凑点银子合伙做买卖，谁出钱多谁占大股，谁跑腿谁当管事，利润分账，亏了也一起扛。这一招解决了资金问题，还靠熟人信任，省去很多风险。你以为现代公司制是舶来品？徽商早在几百年前就玩得顺风顺水，而且他们特别讲究信用。徽州人讲人情账最难还，但他们偏偏把人情变成了最稳的担保。要是某户出了信誉问题，整个村子的声誉都跟着受损，后面大家就都别想做生意了。也正因为这种你丢人我也丢脸的连带效应，徽商在早期就养成了极强的契约精神。当然，不是每个挑担子的小贩都能做到100年基业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些人特别会琢磨，除了卖货，我能不能自己搞生产？比如，徽州盛产宣纸，有人干脆从卖纸变成了开纸坊。卖茶叶的人开始琢磨如何制茶更香，甚至有人干脆跳出山货圈，从南方贩茶到北方，再把北方的药材带回来，一趟赚2份。这些徽州小贩的脑筋转得快，但他们的脚更快。徽商最早的起家路径其实就是一条腿换银子的路子，他们不怕远，不怕累，不怕人情世故。哪里有庙会，哪里有集市，哪里就有他们的摊位。你可能在福建的山口村碰见一个卖松脂的小贩，几个月后他就穿着新棉袍出现在河南开封的大街上了，嘴里还喊着新茶上货。
随着明代商业环境越来越开放，市井经济抬头，徽商的机会也越来越多。他们抓住了几个关键的品类：一是茶叶，二是盐巴，三是木材，再加上徽墨、漆器这类高附加值的货，尤其是盐。明清是朝廷特许经营的专卖，普通人碰不得。但徽商就是靠着人情世故和胆识，绕了几道弯子，杀了进去。这背后的故事，咱们后面会细讲。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个关键点：徽商的早期生意不是靠暴富，而是靠长线。他们讲究薄利多销，讲究口碑传承，讲究一个地方生意做熟，再挪下一个。每走一步，都慢慢稳稳，像盖房子一样，一点点筑起根基。他们不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财富不是一夜的梦，是一步步熬出来的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徽州人最擅长的其实是廉洁，不是那种豪气冲天的结拜兄弟，而是那种你帮我搬货，我帮你收账的温吞合作。每一个茶饭，每一个账房，每一个学徒，都像棋盘上的一颗子，只要你动得好，就能盘活全局。所以，从山村小贩到江南大商，从布包挑货到合伙开铺，徽商的崛起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一种可以复制、可以传承、可以规模化的资本意识。他们起步不高，但眼界不低；他们走得慢，但方向不偏。他们靠肩膀，也靠脑袋，更靠一套从小灌输的生意观。徽商的第一章故事，像一张刚刚展开的古画，线条还淡，却已经能看见骨架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继续挖掘这个骨架里最精妙的一环。为什么那么多徽商明明只是一家小铺，却能撑起3代、5代，甚至100年不倒？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家族企业。说到家族企业，你可能会想到那种3代同堂的大宅院，饭桌上满是叮叮当当的筷子声，长辈一句话，晚辈不敢多嘴。但在徽商那里，这种家族不是靠吆五喝六撑起来的，而是一层一层规矩和算盘搭出来的商业机器。在徽州，生意人讲究靠山吃山，可真正靠得住的山，不是背后的黄山，是自家的祠堂。你没听错，祠堂，那个挂满祖宗牌位，每年要跪拜几次的地方，居然是徽商最重要的公司总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家族决策、利益分配、人事安排，甚至账目核算，都得在祠堂里过一道。早在明清时期，徽州人就意识到，想要做大生意，光靠一个人拼命不够，得发动整个家族。你出人，我出钱，他出关系，合起来才能打大仗。但只要人一多，事就杂，难免内讧。于是徽商们想了个办法，把家当公司来管。每个家族都有一本家谱账，谁从哪门分出来的，谁跟谁是一房一脉，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一旦哪房哪户有人想做生意，其他人可以选择投资、合作或担保，但必须先在祠堂登记。这不是宗教仪式，而是公司备案。登记以后，这门生意就不再是私人的，而是整个家族的共利项目。这种结构，说白了，是把家族当作股份，公司在运作。股份怎么分？看你出多少钱，干多少活，备多少责。账怎么算？每年结一次，由族中长辈或专门的账房先生来复审。利润怎么用？一部分分红，一部分拿去修祠堂、供香火，或者资助家族子弟读书应试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有哪个子弟在外面做买卖出事儿了，比如亏本、跑路、惹上官司，只要是家族企业出身，家族就要出面兜底。这听起来很讲义气，但其实背后是个强制性保险制度。你在家族体系里分得利，就必须承担风险。这套机制不光增强了家族凝聚力，
还无形中降低了商业的失败成本。很多人以为古代的家族企业都是父死子继，其实在徽商那里，继承也有章法。一开始做生意的人一般由兄弟几人组成股份小组，兄中有长，商中有主，但不是一人独大，而是民主协商。谁最有本事，谁就负责掌柜，其他人做东家拿分红。孩子要接班，得从伙计做起。别以为你是掌柜亲儿子就能一毕业就当管账，在徽商的家族企业里，那是大忌。你必须从最底层做学徒，打扫、跑腿、看货、学记账，干满3-5年，通过考验才能升到账房，再从账房才有资格进管理层。这种以业养家、以家顾业的模式，不只让家族稳定，也让品牌延续。比如有个著名的徽商家族，汪家，祖上3代做药材生意，到第4代就开始进军盐业，第5代投资教育，第6代转向房地产。你以为这是现代多元化经营？早在清代，徽商就已经跨领域扩张，只不过他们不叫产业链，而是叫事业。更绝的是，他们不只在徽州内部构建这种网络，还通过婚姻联姻，把生意网络扩展到别的徽商家族。2个家族本来做不同行业，但一旦联姻，资源共享，互相担保，就像古代版的战略联盟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种方式是不是会限制创新？年轻人想法多，被老一辈条条框框限制，岂不是很难发挥？确实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一些家族在兴盛期会设置轮长制，掌柜干满3年或5年就换人轮值，即使你做得再好，也得交棒。这不是打压，而是为了避免一言堂和内部腐败。而且家族企业还特别注重人才的选拔，除了自己人，他们还会从外地招募能人异士，比如专门请一位精通运筹的账房先生，或者擅长讨价还价的行商。这些人虽然不是血亲，却被视为家中之人，待遇和长子差不多，有些甚至干到后来被招为上门女婿，直接融入家族，变成股东。可以说，徽商的家族企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血缘联盟，而是一种高度灵活的组织平台。它的核心不是姓氏，而是合作。只要你讲信用，会干事，就能在这个平台里找到位置，获得分红，甚至参与决策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家族企业都能运作得风生水起，有些因为内部分裂、外债压身，最终走向破产。但即使如此，这些企业也会留下完整的账目、清晰的产权划分，甚至退场方式都有章可循。徽商讲究不拖人、不赖账、不贪功，连倒闭都要倒得体面。总的来看，徽商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延续100年，靠的不是富不过3代的宿命，而是有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和风险分担机制。这一点在今天很多企业还没学会。所以，你以为徽商是靠天吃饭、靠人情走天下？不，他们是靠祠堂做后台，靠合股搭班子，靠制度定规矩，再靠实干出成绩。他们的家族不是你是我叔我罩你的江湖义气，而是你是我股东我请你的契约合作。下次有人问你古代有没有企业管理 MBA， 你就告诉他有啊，就藏在徽州那些斑驳的祠堂石墙里。而现在我们要转进这套资本系统背后最神奇的工具，那块被握在掌心的算盘是怎么成为徽商脑中的量子芯片的？算盘看起来就是一块木头串珠子，但在徽商手里，它几乎就是人工智能的祖先。别笑，这不是夸张。算盘不是拿来糊弄小孩算几加几的，
它是徽商穿越300年财富风浪，精准计算盈亏，乃至做出生死抉择的秘密武器。今天我们说数据驱动，徽商早在几百年前就靠算盘决策，他们一块算盘在手，脑子里不是数字那么简单，是进货成本、运费、账期、汇率、仓储、折损率，通通能珠算演绎出来。算盘不仅算钱，还算命。让我们走进一个老徽商的铺子，一家叫童玉衡的茶庄。后院是晒茶叶的木棚，前厅是写得一手好字的账房先生。掌柜正靠着柜台，一手把玩核桃，一手嘴里念着账。账房轻敲算盘，叮叮当当，像在弹一曲古典爵士。10几颗算盘珠来回滑动，那不是胡乱拨，是有节奏的运营交响曲。你别以为算盘只会加减乘除，他们早就在算盘里搞出一套分润模型。比如一笔茶叶买卖，总共有5人参与，一个出资，一个采购，一个运输，一个销售，一个担保，利润一共50两，怎么算才公平？算盘一拨，利润按照出资比例、劳动强度、风险分摊，全都按系数一一分好，大家心服口服，不吵不闹。而更深一层是预测力。你看，一个聪明的徽商不会只看现在能赚多少，而是要推算半年后货价是否下跌，同行会不会抢市场，北边茶叶是否滞销，南边梅雨季何时来。算盘不仅要拨过去的账，更要拨未来的风。还有更狠的玩法，套利。比如某地银两紧张，兑换铜钱的比率突然变高，徽商就会在那边用铜钱收银，再在银价低的地方倒手卖出，中间靠利差吃利润。这种操作完全要靠算盘敏锐的比率感知来完成。算盘珠子背后藏着的是利润率的嗅觉，还有账期管理。很多徽商做生意不是现银现货，而是赊账制。今天先供货，约定3个月后付款。账房必须清楚哪些客户信誉高可以放长账期，哪些客户常拖欠必须提前回款，哪些货该进，哪些货得清。这一切全都写在账本里，也全都走过算盘的每一个档位。所以账房先生这个角色，别看他平日不声不响，其实是徽商企业的大脑。他们不只是财务，更是分析师、风控员、审计长和战略顾问。很多掌柜做决策前，先问账房一句：最近3家铺子的营账结了没有？票号那边的利率多少？胡掌柜的货还压在河南吗？算盘的另一项神通是时间管理，时间等于成本，这在徽商心里根深蒂固。一个货物压在码头，1天就是几两银子的仓租，路上多走一个州府，就多一次通关的钱。他们靠算盘来精算行程路线，比如从徽州到扬州要几天，中途在哪休整，每段费用如何分摊，全算得清清楚楚。而算盘还能算人。什么叫算人？就是成本中不仅算银子，还得算人的效率。比如2个伙计，一人每月要3两银子，但办事效率天差地别。账房先生会对每个伙计的绩效做个算盘模型，谁进货砍价更凶，谁收账准时，谁搬货少摔破，全都记录在案。年底分红时按绩效拨款，这简直是古代 KPI。 有趣的是，有些算盘甚至被做得特别精致，不光实用，还象征身份。有的算盘珠是用黑檀木镶银边，有的是象牙雕花，还有的嵌玉嵌翠。平日当配饰挂在腰间，关键时刻一拍桌，算盘一亮，气场立刻起来。那就像今天董事长开会前轻咳一声，拿起笔一样，全场肃静。当然，算盘不是万能的，它也有漏洞，特别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时候，比如遇上水灾、战乱、
官府临时加税，算盘打得再精，也架不住突然熔断。但即便如此，徽商账房仍然能在算盘里迅速调出应急账，看看哪些铺子有盈余，哪边能先挪资金，哪家亲戚那儿还能借周转。这种风险应对机制，也正是徽商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。算盘在他们手中，不只是算当前的钱，而是经营未来的余地。甚至有些掌柜在临终前会留下遗训：账不可乱，算盘不可离。因为他们深知传家产可以，但若没了算盘文化，迟早一败涂地。算盘的文化甚至渗透进徽商的教育方式，小孩子8岁就开始练珠算，10岁能背下几十种商品的市价和毛利率，15岁上岗当学徒时已经能独立核账。算盘在他们手里不只是谋生工具，是思维方式，是判断世界的方式。如果说徽商是资本的航海家，那算盘就是他们手中的星盘。每一颗算盘珠都是他们在风浪中求稳、求变、求赢的方向指引。接下来就该说说那片看似轻飘飘的茶叶，徽商是如何靠它一夜致富，连通南北，把一片绿叶变成一口银的。说起徽商的招牌产品，不得不提茶。小小一片叶子，能翻山越岭，跨江过海，最后在茶馆、书斋、驿站、皇宫乃至北方边塞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桌。徽商就是靠着一口茶汤，从山里人熬成了通吃南北的大商人。但这茶叶的生意可不是谁都能做的，它不像盐铁那种硬通货，也不是衣布柴米那种刚需品。茶是品出来的，茶客挑剔，季节挑剔，连储藏也挑剔。所以谁能掌握这门精细活，谁就能在市场里分得一口好羹。在徽州，茶叶多，品质高，尤其是黄山、祁门、休宁一带出产的绿茶，香气清爽，回甘持久。徽商最初是挑担子进村收茶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整箱整袋的大采购，而是每家每户凑几两干茶，装在罐子里验色、闻香、试泡，一家一家的敲门收货，等集齐了一批，再运去集市，转手卖掉。但徽商哪会满足只做中间商？他们很快就意识到，只要掌握茶源，整个供应链就在手里。于是开始包山包地，雇农养茶，控制采摘和出制工艺，甚至还搞出了茶叶标准化。这个季节采的叫明前，这个香味的叫兰香型，这个色泽的要绿中带黄，标签一贴，定价更高。可别小看这种分级分类，那可是一种早期的品牌溢价。除了产地直控，徽商还搞拼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不同产区的茶叶混合调香，达到稳定的口感。你今天喝的是徽州祁门加上江西婺源，明天喝的可能是新安茶拼上建宁毛峰，但喝起来味道差不多，这叫产品一致性。是不是听起来很像现代的调酒？徽商早就懂这套了。接下来是运输，茶怕潮，怕挤，怕氧化，一不小心就变味。他们发明了一种叫茶篓的竹编容器，里面垫荷叶，封黄泥，再用麻绳捆扎紧实，码在骡马背上，一路颠簸也不怕碎。这种运输包装后来还被其他行业模仿。徽商还会根据不同地方的喜好调整茶种，比如北方人喜欢口感浓烈一点的黑茶，他们就把绿茶晾晒发酵，加工成砖茶或饼茶。江南文人喜欢细腻的香气，那就主打清香绿茶，这就是市场细分。你看，连现代营销都没逃出他们的套路。更高明的是定制，有些徽商专门服务某些大户、衙门甚至宫廷，按需配茶，按月送达，外加包装精美，信封雅致，还写上
谋服指定贡茶几个大字，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高端定制加客户关系管理吗？当然，这一切都要靠一个核心支持——茶路。徽商走出的茶路，北至京津、辽东、西达、陕甘、宁夏，甚至进入蒙古与俄国市场，沿着大运河，水路、陆路铺开，每一段路线都要提前踩点、规划、修桥、铺路，甚至买通驿站和地头蛇。最远的一条线是徽商从祁门出发，经江西、湖南、湖北，进入陕西、甘肃，再从兰州翻越祁连山，送入西北边疆，全程几千里，光运送就要2个月。但每走一步，他们都设茶行、置库房、雇人看管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茶马古道的一部分。而这一长串的运作链条，必须靠票号和账房先生支持。出货前先打银票，每走一段就有人在票号兑换银两，再付给运输伙计补给车马费用。这是一整套复杂的金融支持系统，而徽商正是这套系统的主要操盘者。还有一点不能忽视，茶叶也是外交货币。在明清对外贸易中，茶叶是少数几个可以拿去换洋货的商品之一。徽商通过和粤商、闽商的合作，把内陆茶叶出口到东南亚，再换回香料、瓷器甚至鸦片，这一进一出，利润惊人。所以你以为徽商只是在山里卖几罐绿茶？人家是拿着茶叶做全球布局，靠着这一叶飘香，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，扩大资本，建立品牌，打通渠道，连带着把一批账房先生训练成了国际金融的基层操盘手。而这些成绩全靠一个字：精。从采茶到拼配，从包装到运输，从市场到财务，徽商对茶叶的运作几乎达到精益求精，不是粗放式的贩货，而是精细化的运营。他们也知道市场会变，茶叶这种东西说穿了是情绪消费，潮流一换，文人改喝酒，皇上改喝奶茶了，生意就垮。所以他们未雨绸缪，在茶叶最红火的时候，悄悄开始进军另一个看似更稳的领域——盐业。但盐业可不是说进就能进的，那里是朝廷的地盘，是垄断生意，是虎口夺食。可徽商还是进去了。来，让我们看看徽商是怎么从一杯清茶勇闯沿海滩，挖出那白花花的利润的。盐在古代是白色黄金，是开不得玩笑的官营命脉，谁要敢乱碰，轻则充军发配，重则家破人亡。可徽商偏就不信邪，别人敬而远之，他们却靠着脑子、胆子，还有一点点人情世故，硬是在这片被朝廷重重管制的盐海里掏出了白花花的银子。先说清楚，这盐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。明清时期，国家为了控制食盐流通，设立了一整套专卖系统，全国被划分成若干个盐区，每个盐区又分出固定的运输路线，叫盐路。而要在这条盐路上动盐，就必须持有一张官方发放的许可证——盐引。这个盐引可不是女孩化妆用的那个盐引哦，盐引说白了就是国家发的准运证，有了它才能去盐场拉货，把盐运到指定地区卖给百姓。谁来拿这个盐引，朝廷不会随便发，而是交给一小撮被选定有背景的商人，这群人就叫持引商，他们是国家指定的代理商，垄断配额，掌控货源。可问题来了，他们有资格，却不一定有能力。比如，他手上拿了5000引盐的权，但没有船队，没有伙计，没资本，还要付运费、交税、跑手续，难度堪比自驾拉货进京。徽商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他们不去抢盐引，
而是专门服务这些持引商。你有资格，我来干活。于是，一种合作模式就出现了：徽商出人、出船、出钱，负责把盐从产地运到销地，等卖完再按利润分账或直接抽成。这一来，持引商省事儿，徽商赚钱，双赢。更聪明的徽商干脆把模式玩升级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，比如参与地方募捐、捐款修桥，甚至娶个门路通达的夫人，弄到少量盐引，然后低价囤下，等市场缺盐的时候转手高卖。这不是炒作，而是信息套利，用脚步跑出来的利润。还有些大户徽商专盯持引商的资金缺口，因为盐引拿到手后需要先交一笔引金给官府才能提货，但有些持引商一时周转不开，就会找徽商借钱。徽商于是开出条件：我借你500两银子，你用这500两提5000斤盐，等你卖完还钱时，外加2成利息。这就是古代的供应链金融，不仅锁住了客户，还吃下了利差。而这些徽商不满足于只是做幕后，他们开始走到前台，自己开盐店、布点设铺，把盐分销到各大州县。这些店铺挂着徽字号的金漆招牌，统一定价、统一包装、统一账目，连店员服装都一样。徽商靠一套标准化运营，早早就玩起了连锁加盟。可别以为他们就只卖盐，聪明的徽商把盐店当流量入口，就是边直播边带货那种，一边卖盐，一边顺手做点副业，典当银器，兑换铜钱，帮人押运货物，寄存信件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叫复合型零售终端。一间店里藏着5种收益通道。这还不算完，更高级的一层玩法是控制流通节点。徽商知道盐从运出到零售中间得过几道卡口，于是他们雇户盐队、通驿站、养码头，哪怕船翻了，马上就有替补。沿路就是前路，谁能掌握运输安全，谁就能保证资金链不断。甚至还有徽商专门干起了撮合生意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不运盐，不卖盐，只是把持引商和各地盐商撮合起来，撮合一单，抽一份中介费，不压货，不垫资，也不挨累，但每年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是古代的平台经济。可这么大一盘棋，徽商是怎么做到井井有条，不踩红线的？秘诀在于，他们从不碰权力的中枢，只做制度边缘的生意。他们不和朝廷叫板，但却和地方打得火热。他们捐桥修路，资助学工，拉拢官吏，让地方离不开他们，同时用族谱和契约把内部绑紧，不出纰漏。而这套结构能运转的前提是家族的组织力，不是哪个人能靠个人本事啃下盐业，而是整个家族合力推动，前面铺路，后面撑船，中间管账，一环套一环，像齿轮一样默契。但也不是所有徽商都能在盐业立足，茶商转型盐商成功的不过1成。原因无他，盐业门槛太高，背景太深，风险太大。能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的徽商，几乎都是完成了原始积累，组织成型，信用扎实的大户。他们不只是生意人，已经是地方系统的一部分。而就在他们在盐业里打通上下游，整合全链条的同时，另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摆在面前。如果有一天生意做不动了，或者朝廷改制了，靠什么保住这一大摊子家业？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笔墨纸砚和书院学宫，决定拿出银子去培养人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徽商为何那么热衷砸钱办学。读书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中举当官，而是保住整个商业帝国的文化密码。徽商最擅长的不是低买高卖，而是下注未来。在他们眼里，银子花的再多都不怕，只怕花的没用。
而有一样投资，他们几百年都在坚持：办学、育才、读书。别误会，这不是图个文雅气，也不是想让子弟中举当官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步步为营的财富传承工程。先从最直观的说起，徽州的山村里常常穷得米也吃不起，但只要你走进村口祠堂，总能看到一座新修的书院，或是一位山长在给10来个孩子讲《论语》。那么修建人是谁呢？往往是做生意发财的徽商。他们在外头赚了钱，不急着盖豪宅，而是把银子投进这些不起眼的学堂。有人说这是为了面子，是要让村里人知道他发达了。其实错了，真正的算盘藏得很深。首先是为了保值。古代社会等级森严，商人再有钱也比不上读书人，但只要家里出了个秀才、举人乃至进士，那整个家族立刻身份跃升，不再是铜锈味重的生意人，而是有文化的世家大族。有了这个文人身份，做起生意来就方便太多，不但能跟官府打好交道，还能名正言顺参与地方治理。徽商深知要让家业传3代，不靠银子，靠身份。其次，读书是最稳的护身符。盐商、茶商干的是高风险行业，一朝政变、一次清查都可能让铺子被抄。但如果家族里有一个人中了举人，进了翰林，哪怕只是在县学挂个教育职，也能起到护牌作用。一旦遇事，有人可以出面说话，有人能递话进府衙，甚至还能走上京城的路。徽商不是不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干脆把这个食物培养在自己家里，而更长远的打算是代代有人接班。你想，做生意的父亲未必希望儿子也去风里雨里跑单，他希望儿子能守成。那怎么守？靠识字、懂账、懂规矩、会管理。于是从小送进书塾，不是为了考试，是为了让下一代继承人具备做掌柜的底子。很多家族都有规定，子弟必须读书7年才能进殿。这不是迷信读书，而是知道没有文化，再多财富也守不住。更厉害的是，徽商办学不是乱投钱，他们搞公学制，也就是由宗族商号出资设立一个书院，再把家族子弟和本地寒门子弟都纳入其中，统一教育。这种模式不但培养自家人，还笼络了大批本地人心。你一个商人把知识带给乡里百姓，地方官员会反感你吗？不会，他们反而愿意与你合作。你资助学工，我提升政绩，双赢。有些徽商甚至捐资给国家设立义学，一口气养30名贫寒学子，名声传遍10里8乡。而这些被徽商培养出来的学子，很多长大后入仕为官，也不忘当年的资助，对徽商礼遇有加。你以为这是普通的助学金？这是人脉投资，是几十年后能收回来的政治分红。有些家族账本里甚至专门记有育才银，今年资助某某秀才5年后入任山东知府，可安排茶叶转运事项。这种远谋布局，现代商学院都得拍手叫好。再说教学内容，徽商不只学4书5经，他们特别强调格物致知、明理诚信。很多书院里甚至开设算学、商历、官制、地理课程，讲的就是实际操作，比如如何开账本，怎么核利润，如何处理货物纠纷，如何识别伪银。这些课程说白了就是商人版的职业培训班，提前培养未来的店长和账房。而在这些书院中，有一项传统至今令人称奇：族训晨读。每天清晨，学生们要站在祖宗牌位前朗读家族商训，童叟无欺，货真价实，不贪小利，不弃旧人。这些话听着像口号，但读得多了真会烙进心里。徽商靠这些祖训把商业伦理固化进血脉，让下一代
即使没有规矩管着，也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碰。当然，这套教育投资也不是没代价，办学要地要人要钱，要持续10年如一日的投。有的商号因为盲目扩张学校，导致主业资金链断裂，但大多数成熟的徽商懂得节制，他们采用轮流资助制，今年汪家出营，明年吴家接手，后年程家跟上，既不拖垮自己，又能保书院长兴。这种轮班机制简直就是古代的商业联合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套文化投资极大提升了徽商在社会中的合法性。一个只靠银子砸出来的商人，别人会怕你，却不会敬你；但一个兴学立教、育才助世的商人，地方敬他，百姓忌他，官员依赖他，他不只是商人，更像是一个社区支柱。而徽商也正是靠着这种文化灌溉，让原本浮躁的商业活动变成了有根、有魂、有未来的系统。他们不是在赚钱，而是在培育一种稳固的商业生态。可读书归读书，身份归身份，真正在权力场上玩得转，还得进京。那些在京城穿梭的徽商又是如何布局的？他们用什么办法在庙堂深巷间拉起人脉网，进退有据？接下来我们就去皇城根下，看看徽商如何在达官显贵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做生意做到一定程度，钱不是最大的问题，人脉才是。徽商深谙此理，他们在江南茶山里可以杀价，在盐场码头上能周转，但真正让他们走得更远的是在京城。黄泉心脏里扎下根，和那些顶层人物打起了交道。京城不是谁都能混的地方，那是天子的地盘，官员如林，规矩重重，一步错就可能倾家荡产。可徽商偏偏就敢进，他们不是硬闯，而是细细铺路，悄悄渗透，用时间和耐心把自己嵌进了这座城的骨缝里。最开始的切入口是供货，京城里的王府、衙门、学宫、庙宇每年都有大量采购需求，从香料、纸墨到布匹、药材，徽商靠着货真价实、送货准时，很快就在一圈圈内生意里站稳了脚跟。尤其是徽墨、宣纸都是皇帝御用，供应商资格极严苛，但徽商凭着质量和人脉硬是挤了进去，成了少数几个拿得出贡品级货物的民间商号。但光靠供货还不够，聪明的徽商很快看出，真正的资源不在合同里，而在人情里。他们开始养关系，不是送礼那么简单，而是打造利益共同体。比如你是一位翰林学士，我每年固定捐助你家乡书院，资助你弟弟科考。你是6部官员，我安排你家盐道运转顺畅，家人用茶用布全部包办。这种无声的服务往往比一袋金子更让人感动。同时他们在京城设行馆，既是招待所也是信息中心。凡是徽州来的官员、士子、富户，到了京城都能落脚这里。馆中设宴、设书房、设账房，还配了书童与车马。这是人情枢纽，来者不拒，走者必记。你今天在我这歇脚，明天升官，自然记得我好，日后就有可能帮我铺路。徽商用馆舍文化把异乡京城变成了徽州第2故乡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们能写得一手好信。徽商不是莽汉，他们培养出一套文雅商人的行文风格。给官员写信不卑不亢，情真意切；给学者写信引经据典，展示教养；给同乡写信则温情满满，句句点到位。这种书信外交极具杀伤力，不出声的把关系绑紧。很多老官员到晚年感慨，真正记得他们的不是一堆接风宴，而是徽商某封10年前的雪中寄信。
而在更高层的政治圈，徽商还会通过文化赞助赢得朝中认可，比如资助修编县志、捐赠文庙、设文学社。他们不露面，但名字赫然出现在卷首捐资方名录中，文人爱民，徽商就送他名。你要扬名青史，我就出银子让你留下碑文。这种深藏不露的做法，使他们不动声色地渗透了文官圈。他们也擅长与太监系统打交道。别误会，这不是勾结，而是服务。宫廷内务府每年采买大量物资，从火纸、药材到食材，这些事表面小，其实权力很大。徽商通过打通这些小口子，把货源稳定供给进去，然后由内务府的人带话递上去，日积月累，连皇帝都知道某某字号办事利索。一旦有皇室赐单，整个商号身价暴涨。而这些京城布局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系统规划。大商号会定期派出京差驻守京城，专门处理人情往来。这些人不是普通伙计，往往是掌柜家中嫡系，既懂生意也懂分寸。他们知晓朝局，洞察风向，每一个小动作都贴合权力节奏。这种掌门人直接监管的制度，使得徽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，不出错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风险，一旦风向不对，某位权贵失势，可能连带徽商受牵连。所以老字号的徽商从不压住单边，他们讲究多点联络，与文官、武官、内务、地方官同时维系，避免独压一条船。这种风险对冲能力，保证他们即使一线断了，还有三线兜底。在这一系列操作中，徽商最令人佩服的是，他们始终不抢风头。他们可以是官员身后的幕僚，是文人背后的资助者，是京城无数计划的润滑剂，但他们自己始终在幕后。他们用隐的方式参与显的运作，而一旦有事，徽商的应急机制也堪称高效。比如遇到清查、税务、审问账目，他们能在2日内调出数十本账册，从各地铺子调银补缺，甚至通过旧客户还账、票号周转等手段，迅速填平财务漏洞。徽商不是没出事过，但每次都能稳住阵脚不倒，靠的是日常准备，不是临时抱佛脚。所以别再把徽商当成只会算盘、打算盘的乡下生意人，他们是真正懂得结构性增长的人。他们在前线做生意，在后方养人才，在京城编织权力网。他们经营的是钱，更是局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套系统背后的自保法则。因为越大越复杂的商业网络，就越怕一个东西，那就是查税。徽商又是怎么在夹缝中生存，打出一套套隐秘而惊人的避税术？税在古代是另一种战场，对官府来说是命脉，对商人来说是试炼。徽商不是不想交税，而是太清楚，交的不精就等于把命交出去。他们行走在制度缝隙中，一边维持合法经营的表象，一边偷偷构建起一整套避税体系。从人事安排到货物流通，从账本设计到关系布局，每一招都像踩钢丝。朝廷设税一般分明税与杂派，明税是茶税、盐税、布税这类有据可查的法定税目，杂派则五花八门，加派、摊派、额外征用，往往随口一条政令就压下来了。徽商明白，真正吃人的是这杂税，要活得下去，必须学会合法绕行。他们第一招是区域错位，比如某地茶税重，那我就设账在邻县；某州布匹限额高，那我就转到隔壁转运。这种绕州经营模式靠的是熟悉各地政策差异，掌握各府衙口风。你以为这只是地图好背？不，他们还得知道哪个知府严，哪个通融，哪个县城脾气大。他们一出货，
就不是看路线，而是看税率地图加关系地图，货走得弯，但银子赚得顺。第二招是身份转移，徽商把人分成当主、过户、账头3种身份，真正老板永远不露面，铺面注册在账头名下，也就是一个不掌实权的账房先生。一旦出事，牵连到的也是替人。更有甚者，一个人名下挂5、6家铺子，每家账目分开报税，互不关联，这样即便一个铺子被查，也伤不到本体。这就是古代的壳公司，比你想象中早几百年。第三招是账目重构，表面一本账，实际3套账，内账记录真实盈亏，报账供税务审核，备用账则是调度用银和未清款项。这些账用字极其讲究，有些写得模糊暧昧，比如交往银、人情礼、远客用，外人根本看不懂那代表什么款项。遇到突查时，一本账册干干净净，字迹整齐，检察官也找不到口实。你说这不就是古代财务武术吗？是的，精准而优雅。他们还擅长搞货银错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货物流和银流分开，比如货在南京进，银却从苏州付，货从徽州发出，账却记在扬州。这种操作让税务官想查都查不到头绪，一条链条被拆成3段5段，错综复杂。你以为今天的离岸结算和分部交易多高明？徽商几百年前就玩得飞起。还有一种方式叫人情免税，某些地方规定，凡捐款助修水利者，可减当年部分赋税。徽商干脆每年都买个功德，修桥铺路、施粥济贫，全做在账上，不只得名，还得实惠，而且还能回报循环。一座桥修好了，盐车、茶车过得更快；一个渡口管理了，过税简化，收益提升，避税和投资完美叠加。更狠的是，他们搞出一整套虚实像套模式，比如某铺对外宣称年营收500两，实际是5000两。他们安排一些账房专做对外账，用来应付稽查，账上显示货少、人少、利润低，一查无异常。而实际核心账房则藏在后院，里头密密麻麻记着真实收入、分润比例、进货渠道，两拨人互不相干，各司其职，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和幕后操盘手各演各的。还有一点不能忽略，徽商会主动上供给地方官，别误会，这不是贿赂，是一种协商机制。地方财政吃紧时，徽商主动提出，我不如今年捐米3000石，修公堂屋瓦，你们就别来查我账了。官府得了好处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你给我空间，我给你面子的模式，使得徽商始终能在风口浪尖上立住脚。当然也有碰壁的时候，遇到较真的钦差，要政绩的新官，强查税，突击审账，也不是没出过事。但老练的徽商早有准备，他们设有应急账房，常年培训应诉代表，甚至熟悉律令条文，能在3天内整理一套清白账册应对稽查。而为了避免集中打击，徽商之间还会形成信息联盟，互通风声，谁家被查，立刻全体收紧账目，调整策略。这就是早期的商业防火墙。这一套操作下来，徽商不仅保护了利润，更保护了声誉，因为他们知道税可以省，但名不能坏。一旦被人说你偷税、漏税、失了信用，就没人敢合作。所以他们把避税当技术活，不是钻空子，而是合理优化；不是对抗官府，而是掌握规则。这种态度让他们在道义和效率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。你以为这就是极限？还没有。有些徽商干脆成立商会，用集体力量向地方议税，统一价格，协同报账。
商会可以代表几十家字号和官府交涉，一起协商赋税比例，甚至提供集体保证金。一旦有人出事，全体协助处理。这种联合机制是对抗税负最强的盾牌，也是维护行业稳定的根本。他们的逻辑很清晰，税是国家的事，生意是自己的事，中间的空间就是智慧的空间。他们不是在偷，而是在精算。他们避税不是为了逃避责任，而是为了让商道更长久。这种能力让徽商不只是赚钱的机器，而是制度边界的探索者。而这一切最终都要落到网点上。你逃税、管账、管货、管人，全得靠一个系统支持，那就是徽商的门店网络。而他们的门店绝不只是卖货那么简单，里面藏着的是古代版的品牌矩阵。别以为古代没有连锁店，更别以为徽商只是跑江湖的小贩。他们是中国最早懂得品牌概念的人，不只在一个地方卖货，而是在全国各地复制模式、复制形象、复制标准，把一个个铺子像棋子一样布到全国。这些店不只是门面，是他们庞大商业网络的神经末梢，链接着资金流、货物流、人脉流，支撑起一个跨区域、多品类、代代相传的古代商业帝国。先从最核心的认知说起，徽商从不把开店当摆摊，他们是把每一家铺子当据点来运作，是战略节点。开在哪里，开什么，店铺结构如何，跟谁合股，门头上几个字怎么写，这些都有详细规划。不是今天想到哪租哪，而是提前在族谱、账本、路书上列好布局图，一步步铺设。他们不求快开，而求开得稳。一个典型的徽商家族，比如程氏，经营的是药材。他们在徽州有采集点，在江西有晒药厂，在扬州设总铺，在北京、保定、西安设分铺，在北京卖参，在陕甘卖麝香，在江南卖胡椒。每家店表面是独立字号，实际上都在一个家族账本下运营，统一进货，统一核算。你今天在扬州广元泰买到的枸杞，明天去大同广元泰也能买到一样的品质。这就是品牌一致性带来的信任，信任带来回头客，回头客撑起百年字号。他们的门店不是随便起名，很多字号都带有地名、家族名、吉祥字，比如汪记聚源、程氏永丰、吴家同泰，讲究易记、易传，还要带点文化味儿。他们会请当地文人写匾，讲究店名是面子，牌匾是脸，大字手书，木雕包金，不只装门面，更是一种无声的信用证明。而门店的布局也讲究，前厅是展示，陈列整齐，货品分门别类；中厅是接待，来者有茶，谈者有椅；后院是仓库和账房，分区清楚，守密严谨。账房设独立出入口，防止窥探，伙计分级管理，按年评估，连挑水扫地的小童都有考勤记录。你说这不就像现代门店管理吗？那是因为现代门店学的正是他们的原理。徽商店铺的伙计制度更是一绝，他们采用学徒制加合伙制的结合模式。年轻人先做3年学徒，吃苦耐劳，学习规矩，3年后转为掌柜助手，开始接触账目和客户。表现好的会被允许入股，参与利润分配。这不只是激励机制，更是培养信任链。有些老伙计干10年后，自己开分铺，挂同一招牌，变成加盟商，当然要回报母铺一部分红利。这种模式就是古代的连锁加直营加加盟混合体系。徽商懂得统一才能壮大，但更懂得因地制宜。每个铺子虽然招牌一致，但商品结构、价格体系、
服务方式会根据当地市场调整。在陕西口味重，就推腊茶和强效药；在江南讲究雅致，就推花茶和养生类药品。他们每年都有巡铺，由总部派人巡查各地分号，对账本、库存、客户满意度做考核。考核合格才有年终分红，不合格则调岗甚至遣回。这是一种古代的 KPI 考核系统，运转严密，确保体系健康。而这种网络不只是卖货的网络，还是信息采集网络。每个铺子都会记录当地流行情报，今年盐价波动，哪地新开水路，哪个官府一打交道，哪地有瘟疫。这些信息汇总后传回总部，由账房先生做市场分析，用于调整经营策略。这种系统思维使得徽商从不瞎赌市场，而是数据驱动。门店也是物流节点，每当货品周转慢，店铺可请求支援；每逢节庆需求大，其他铺子可调货支援。他们有自建仓储系统，比如扬州的广汇仓、保定的清河库，既存货也放账本，连货车都有固定调度路线。遇到水路封锁、战乱交通，他们还能迅速切换路线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徽商连门店的节奏都算得清，开张选吉日，闭店选淡季，装修选换货前夕，所有运营动作都讲势，不是迷信，而是营销。比如重阳节前推长寿茶，春节前搞福袋赠饮，7月中元节促销晋升香。这些节点性营销配合铺子里的摆设、布幔、器具，形成一整套节日氛围感，吸引人流。你以为这只是热闹？那是古代心理学的精妙运用。门店之所以能做到长久不衰，靠的不只是货，而是人。一个铺子撑不住，是人心散了；撑得住，是掌柜、伙计、账房像一个家。徽商特别重视店内文化，每天早课晨训，讲祖训，讲客户故事，每月一评，谈得失，论忠信。谁对客态度差，会被罚写悔过；谁服务出色，会被张榜表扬。这种以文化凝聚团队的方式，比高薪更持久。更高阶的门店还设女眷馆，专为掌柜家属提供食宿学习。女人不直接管店，但他们是店铺文化的稳定剂。他们参与账目审查，管理店中食堂，有时还负责对接大客户女眷。这种软运营在提升客户体验上有奇效。古代高净值客户就是喜欢这种家的感觉。门店也承载了徽商的声誉。一家店如果倒闭，不只是损失银子，而是招牌倒。所以他们对每家铺子的生死存亡看得极重。遇到亏损，不是立刻关门，而是分析原因，调人调货，有时甚至低价清仓半年，只为保住信誉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生意亏可以补，信一破就没得救。而这些店不只是商业空间，也是文化空间。他们会承办文会，接待书生，展示书画。很多著名文人曾在徽商店铺写过诗，留过字，甚至当过座上宾。这种文化嵌入让店铺变得有人情味，有故事，有灵魂。你走进的是铺子，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传统与文明。所以徽商不是把店开到全中国那么简单，他们是用一套系统，一个价值观，一群人心，把铺子开成了江湖。他们不是追风口，而是布封路；不是抢市场，而是建规则。而在这一整套繁复精巧的结构里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极具分量的角色。那些在店铺背后默默操盘的女人们，她们不在柜台前吆喝，却在厨房里掌账，在后院里养人，在家书里定战略。接下来我们将走进这些徽商太太团的世界，看他们如何把管家变成管局。
在徽商的生意王国里，女人从来不是配角，她们不走码头，不谈公账，却是商号后院里真正的总操盘手。掌柜出门在外，风里雨里跑生意，后院的太太们则操持铺子，管账理银，调配人事，甚至参与决策布局。有时候，一家100年老号的兴衰，不取决于账房，不取决于掌柜，而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女主人。徽商的婚姻制度极讲究大家族联姻，讲门第，更讲能力。娶进门的太太大多出自同为商贾之家的女子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见过账，管过铺，懂规矩。她们不是富家娇娘，而是生意种子。成婚后不只是进门做媳妇，更是做未来合伙人。掌柜外出经商，动辄1年半载在外奔波，家中大小事，从母亲吃药到伙计逃跑，从仓库着火到客户来信，全要太太拍板处理。他们不是贤内助，是执行长。很多徽商大宅设有后账房，账本双份，一份由账房先生掌握，另一份掌握在女主人手里。他们每日过目出入账，掌握银两流动，掌握物资调配，有时还能发现账房疏漏甚至舞弊，必要时直接调人换岗，掌柜回来都不能否决。这不是谁都能干的活，是智慧、胆识、细心、耐力全在线。女主人还掌握人事权，谁进厨房，谁管院子，哪个小童调去哪家分号，哪个亲戚可以借宿，都要她一一到令。徽商讲究和气生财，而家庭就是小型组织，管不好家，店也起不来。一个嘴严心细、眼神锐利的女主人，能把几十人的宅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遇事不慌，出事能扛。她不必字写得好，但技艺惊人；她未必读书多，但一眼看穿人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承担调银之责。遇到外铺亏空，账房告急，货被扣滞，这时就要靠内宅太太调动家中银两。有的女主人手握3、5张票号的银票，关键时刻派丫头送信一封，500两银子第2天就到账。他们是掌柜背后最重要的现金池，是所有突发事件的保险柜。掌柜们往往只知奔波，真正让生意有后劲儿的是太太稳得住台。有些女主人不止理银，还理生意结构。他们研究市场，不断给掌柜建议。有家卖布的徽商在福建碰上瓶颈，家书中写了现况回家，太太回信一句：闽人勤于勤俭，验布验华，宜改做浅色冬衣。掌柜一试，果然大卖。这封信至今保存在后人的家谱中，成为富人筹谋的经典案例。更令人称奇的是女掌柜的存在。有些徽商家族出外全军覆没，铺子空置，女主人接手后重新召集伙计，清点货物，梳理账目，召回客户。半年后，店铺恢复盈利。这些女子不讲悲情，只讲效率。她们常常躲在后堂，一边喂奶，一边听账房先生汇报数据，一边决定店铺是否继续运作。她们冷静、干练，从不声张。女主人之间也有自己的合作联盟，一方生意受阻，女主人会通过信使与姻亲联系，寻求资金支援。女眷之间互送食材，交换绸缎，也互通行情，调换货源。他们的网络不是社交，是策略。一个女主人背后往往连接10几个商号，通过她这一个人，完成一套跨家族的资源再分配。徽商女性还承担教育主力，她们教授儿子识字、记账、背祖训，讲生意规则。她们亲自把关子弟能否进书塾，是否够格做学徒。你以为这是管孩子，其实是管未来接班人。很多商号的第2代能顺利接手，都是因为从小被太太照规矩带大的。他们不是温柔教化，而是制度执行官。在精神文化上，他们也起到极关键的作用。家族祭祀、春秋扫墓、节令布施、邻里关系，全由女主人协调操办。
这些活动不是形式，而是家族的软实力展现。每次做得得体，就是在巩固家族的社会信誉。这种信誉在某种程度上比账本还值钱。当然，也不是每个女主人都能做得那么好，有些脾气急躁，有些偏听偏信，也有失察之时。但整体上，徽商太太团的存在，让这套男外女内的商业体系更稳固、更有柔韧性。她们是徽商网络里最容易被忽略，却最不能少的一环。而更高一层的女性是投资型女主人，她们主动出资建学、设义仓、捐助宗族工程，名字也堂堂正正列在碑上，不用避讳，不怕非议。有一位吴老太君，在丈夫过世后，独掌3家分号20年，期间资助过9名寒门学子中举，3人成官。她没进过衙门，却在10几个府县拥有吴老太君说话算数的名声。这样的女人，不拿刀枪也能横行商场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些女主人很懂退出机制，她们知道家族生意传到一定代数，难免出现裂痕，于是她们主动安排子孙分号分账，有的甚至提前分产，写明合约，防止日后争产争权。这种前瞻性让许多商号即便在面临衰落时，也能平稳拆分，不致一地鸡毛。徽商女人不是传统意义的贤妻良母，她们是制度执行者，是组织维护者，是商业文化的隐形支柱。在没有任何法律保护、没有社会尊重的背景下，她们靠一纸家书、一番口令、一套账簿，把家撑成了企业，把宅院撑成了总部。他们是徽商真正的软实力。而就在这些家宅之间，还有另一种角色，地位特殊，责任重大，那就是账房先生。他不是掌柜，也不是伙计，却能掌握商号生死关，是徽商商业帝国中最神秘也最危险的职业。在徽商的商业体系中，有一个角色既神秘又关键，既被信任又备受提防，那就是账房先生。他们不吆喝，不跑腿，不见客，却坐在铺子的最深处，一手握账，一手管银。算盘声一响，便知盈亏几何。他们是铺子的第2颗心脏，表面是算账的工匠，实则是控制现金流和风控节奏的隐形操盘手。一家商号做得大不大，账房先生的水平决定了一半。账房不是随便谁都能当，一个新来的伙计，哪怕从小在铺子长大，也得至少干上6到8年，才能有资格进入账房。前期从抄写入手，背熟账本格式、进货公式、客人信誉等级、往来户码。到了中期，得学会算盘心算、换算汇率、分析数据。等正式做账房时，不只是管数字，更要懂货物流转、客户背景、人情往来、票号信用、时局风向。这个职位不只是精明2个字能概括，更需要极强的综合判断力。账房先生日常最重要的工作是记账，但记只是表象，真正核心是识别和预警。比如某批货延迟到货，账房要第一时间知道原因，是船坏了，是税卡住了，还是掌柜在某地周转出了问题。如果判断失误，可能后续整个铺子的财务链都会断。账房得提前2个月预测银流出入，规划是否需要从票号调钱，是否可以提前分红，是否该压货避市。他们眼里没有今天赚多少，只有这季亏不亏，来年撑不撑。除了记账，他们还承担核账，每月、每季、每年都要对账，内部对外部，分铺对总部，票号对现银，误差超过1/3厘都要查清来龙去脉。而账房先生查账不只是靠数字，而是靠记忆。他们能回忆起3个月前某笔200两的货是不是多给了一小袋副料，哪位伙计操作客人姓甚名谁，价格有无浮动。
优秀账房不仅记账，还能看账识人，从一堆往来记录中看出哪个客户好赖账，哪个伙计报账模糊，哪个掌柜操作有偏差。账房还要打理人事考评，他们记录每位伙计的考勤、奖惩、业绩、客户反馈，年终根据这些数据提出升迁建议。某位伙计3次报账时间超限，或者某客户在3家分号都有不良记录，账房先生都要一一汇总上报。掌柜虽是一店之主，但很多升降调遣、赏罚、劝退，最后都得听账房一锤定音。然而，这个职位的高权重也让账房成为了双刃剑。掌柜信任账房，但也怕账房，因为掌柜常年在外奔波，很多生意细节都是通过账房传达。如果账房歪心一点，调换账目、延迟回银、撕开账本，那铺子分分钟可能亏空，甚至崩塌。有些账房因长期管钱而产生贪念，悄悄在对账中挪用银子，做局压货盗账，最后被揭穿时已挪走数千两，整家商号受重创。这类事虽少见，但一旦发生，影响极大。也因此，徽商对于账房的监管极为严格。每个账房室都设有对照员或副账房，2人互查账目，谁也不能独大。同时，账房每年必须向总部提交一份私账，记录自己所有收入、奖金、送礼、往来开销，由总部审计，防止财务膨胀。有些大商号甚至在每年年底派遣密查人前往账房突查，一旦发现账目前后不符，轻则革职，重则追责赔偿，甚至送官纠办。但即便如此，优秀账房仍是商号最宝贵的人才。很多账房先生在商号内干了20-30年，最后成为董事合伙人，参与重大决策。他们了解整个组织的流动性，对商号的稳定与扩张有独到判断。徽商中有不少原本只是账房出身，后来接掌商号，打理数十家分铺，坐镇总部，成就一方大业。账房的文化也极具特色，他们讲求沉稳慎言，耐得住，不炫耀，不交钱，严深。他们的房间安静整洁，一本本账本如军阵排布，笔墨清淡却干净利落。许多账房还练得一手好字，因为账目工整不只是规范，更是一种态度。老账房能用2只手写2本账，一手现银，一手往来，左右互拨，算盘声密如骤雨，眼神却不乱分毫。他们也是古代数据科学家。有人研究过徽商账本，发现其中出现了折现、计算、平均利润分析、季节系数波动预测等方法。这些不是纸上谈兵，是账房先生在长期操作中摸索出的规律。有时候，账房能提前3个月预判货市冷热，比掌柜跑10个码头还准。这不是占卜，是经验、数据与直觉的集合体。账房之间也有隐秘的联系，一些资深账房之间会通信交流行情，互通税务信息，甚至互相推荐靠谱伙计，组成非正式账房圈。这群人聚在一处，不谈八卦，只谈数字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银脉流向的线索。他们用这种方式把商号之间的信息流悄悄织在一起，为自己的掌柜争取更稳妥的选择。当然，账房的生活也不易，他们每日清晨点账，深夜对账，全年几乎无休，压力大，责任重，有时还得担心理不干净的伙计来陷害，或面对督察官的咄咄逼问。有些账房年纪轻轻，鬓发斑白，眼睛尽盲，可他们从不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世上的账只有他们拨得清，这铺子的命也只有他们护得住。徽商账房是金钱与信任的桥梁，是规则与情理的守门人。他们不站在舞台中心，却支撑整个商业系统的运行。他们默默无闻，
却一旦出错，整个牌楼都可能倒塌。他们是徽商商业机器中最精密、最高压、最值得敬重的齿轮。但所有账房都明白，再精的账术也敌不过突如其来的局变。于是，徽商开始转向另一个更保险的方向：行善、施德、修桥、铺路。不是为了做菩萨，是为了构筑另一种抵御风险的社会护城河。徽商做生意不只讲利，还讲名。他们深知银子能撑几年，名声却能保一世。所以在一笔笔货、一条条账之外，还有一项从不写进财务报表，却年年花大钱的投入：做善事，修桥铺路，建学设仓，布施放粥，救灾捐米。这些善举表面看是慈悲，实则是徽商稳固江湖地位、布局风险防护网的隐形资本运作。他们把行善做得比做生意还讲究，一手修和，一手修信誉，把慈善玩成了品牌战略。先说最常见的修桥铺路。徽商做得多，不是因为桥他们家造得特别便宜，而是他们太清楚商路畅，营路才差。很多地方水患频发，桥梁年年冲毁，影响货运进出。徽商每年过货得走这些桥路，自然愿意出钱修缮。有些商号干脆组织集资，一条大路几家一起修，不止成本共担，还能借此形成道路同盟，平时互通行情，互帮货运，甚至联合应对地痞与征税。这类善举实则是商人们的基础设施投资，是路网经济的前身，而建学施教则是更高阶的玩法。我们在前面讲过，徽商重视教育，不仅为了家族子弟，更是为了社区资源与身份认同。一位商人回乡建书院，不只是牌匾挂上他的大名，更多时候是把整个地方文人圈都绑定成软盟友。你建书院，书生来读，地方官来主持开馆，父老敬你为新教先贤。你为地方教育花了银子，百姓感谢，官员认可，将来你铺子在这设分号，谁敢为难你？这不是慈善，这是投资。还有一类叫义仓或长平仓的机构，专门储粮救济。徽商会出资购粮囤积，年成好时按成本卖出，年成差时按低价或免费发放，看似亏本，实则稳赚人心。很多地方一遇灾，百姓只认得某某商号有义仓，跑去求粮，不上衙门不敲锣。徽商因此在基层获得了无形的治理权，连地方官都默认他们是平灾主力。有时候官粮不够，反而靠徽商的仓库稳住民情。这种话语权不用一兵一卒，就用一仓粮换来。而在江南大城如扬州、杭州，徽商还有一种特别的慈善方式，设立义诊所与济生堂。这些机构挂着广善堂、仁心馆的牌子，免费给穷人看病送药，资金则由多家商号轮流出资。有些掌柜还安排家中女眷参与日常管理，每日记录接诊、配药、银号。这些记录汇总后，甚至成为官方善政案例，被编进地方志。你说这不是好事吗？当然是。但徽商更在意的是，一旦有事，百姓会站出来说话，地方官不敢轻易敲诈查税。所谓有善名者，不怕夜半敲门，就是这个理。徽商的慈善不止于乡土，他们还向京城捐银助祭、修宫庙、赞助科考。很多徽州商号每年按例捐资给贡院、京师书局、佛寺道观，这些捐款换来的不是香火，而是朝中有人记得你。尤其当地方遭遇兵灾、货物遭劫时，这些慈善账就是他们的护身符。很多徽商在被质疑时，地方百姓自动联名上书，某某商号多年施粥布衣，实为仁厚之家，甚至能让朝廷轻判。有的商号更进一步，设立商族慈善基金，定期收租，专门用于公益支出。资金来源是商号的铺面，
租金、亲属分红以及部分额外利润，固定年息操作，指定族中长者或账房管理。这类基金制度延续数十年，甚至跨3代，支撑一个地区长期公益项目。这简直是古代的可持续慈善基金，思路比今天很多机构还清晰。徽商的慈善还有一种隐性机制，托善还债。什么意思？你欠我银子，但年景不好，我不催你，等你好转后，你主动来还，不仅银子全收回来，还多得了口碑，甚至你有难时，我还主动减免一点，名叫赈济，账上写成布施，从慈善费用里支出，既护住了客户，又保住了名声。这种经济关系加情感债务的操作，使得徽商的商业系统更有韧性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布局，当其他商人遭遇风险一哄而散时，徽商往往还能稳得住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而是布好了信任护盾，官府对他们下手要三思，因为百姓会有反弹，百姓对他们有求必应，是因为知道他们平日不薄。这种软权力不是靠银子砸，而是靠年年坚持，事事周到，一点点积攒出来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位徽商都天生心善，很多最早做慈善的动机未必纯粹，可能是为逃税、为名气、为结交权贵。但徽商厉害就厉害在一件事，哪怕起心动念是自利的，最终执行出来却实实在在利了众人。他们懂得一件事，善不是摆姿态，是打造护城河。一个地方3年5载见不到你的善举，大家会忘了你是谁。但30年如一日总在做，哪怕你不是本地人，大家也认你是自家人。而且徽商的慈善不是孤芳自赏，而是带动同行。他们愿意拉别的商号一起捐，一起修桥，一起设仓。有时候连福建、江西的客商都加入徽商发起的义举联盟，大家轮流做东，轮流捐银，轮流主持，做的不是情怀，而是行业协同，增强整体声誉。你说这不像商会？对，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型公益联盟。徽商甚至有慈善竞争，谁捐得多，谁安排的细，谁的救济效率高，都会被乡绅百姓私下评比。做得好的年末写进县志，做得差的街坊邻里点名批评。徽商不怕被盯，他们希望被看见、被监督，因为越多目光盯着他们，他们就越安全，越有信誉，越可持续。他们早已明白银子不能永远护身，但善可以。他们用一碗粥、一口水、一间义塾、一次春振，在每个走过的地方埋下一粒善意的种子。这些种子有的结成果实，有的化成回响，有的静静沉在土里，撑起了整个徽商体系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支柱。但他们也知道，靠慈善护身终究是外功，真正能让商号世代不倒的还是人心。而这种人心不是天生的高尚，而是从小被刻进骨子的一种商训文化。徽商的祖堂、家谱、词规、家规、族训里到底藏了多少底线和生意原则？他们那些挂在墙上的话，真有人信吗？我们这就去这些祠堂石碑前，听一听祖宗们留下的商道密语。在无数徽商的祠堂大门上，都挂着一块匾，写着“诚以立业，义以养利，童叟无欺，取之有道”。看起来就像是道德标语，摆着好看。但你真以为这只是门面功夫？错了，徽商的祠堂不只是拜祖先的地方，而是他们商业文化最核心的道场。所有的底线、规则、传承、用人、风控，统统在这里立规矩。那些看似高风亮节的祖训，不是空话，而是商号运行的真正操作手册，是古代资本运行的软件系统。徽商信祖宗，祖宗不只是血脉，
更是制度的起点。每个家族做生意都会从祠堂起步，这里是审定合伙人、分配股份、立定契约的地方。比如一家商号准备扩张、开设分铺，谁出钱，谁出人，利润如何分，亏损怎么算，全在祠堂由长辈主持，明文写下，三方签押，入祠存档。这不是仪式，是合约生效的庄严场景。一旦立契，谁违约，祖宗面前无言，轻者被踢出合伙，重者断绝族权。祠堂是纪律之源，不是宗教中心，是商业法院。祖训更不是挂墙给后人读的，而是实打实约束每一代人行为的规条。最常见的几条：不得欺行霸市，不准哄抬物价，不许涉赌害人，不准贿赂官吏，不许私吞账目，不得外人独立开号。这些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年年复读，月月宣讲。谁违反，不止被罚银，甚至要在族人面前鞠躬道歉，写悔过书，剃发禁足。徽商明白，生意人最怕的不是没本钱，是没信用；最伤的不是亏银子，是坏名声。义利之辩是徽商文化的核心，他们不讳言赚钱，但强调利中有义。祖训中常提利不可尽取，义不可不顾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做生意不能杀光市场，要留活口，要照顾同行，要护住生态。比如遇到灾年，米价飞涨，按理说商人可以囤米，高卖大赚，但祖训常有规定，家族商号必须限价，不得囤货，哪怕少赚，也要稳住民心。不是做圣人，是做长线买卖。还有一条非常关键的，不得强娶弱婚，不准逼迫仆役。徽商特别强调商德延伸到家庭，伙计不能打，童仆不能骂，婚姻不能买卖。为什么？因为徽商体系是靠人撑起来的，一旦你在家里都不能树立威信与公道，外人怎敢与你合伙？家是最小的商号，管不好内宅，管不好分号。祖训里写明的这些做人底线，其实都是用人规则。而且徽商还规定每10年清祠一次，意思是全族商号要集中盘点一次经营状况，账本要入祠封存一份，账房需陈述经营思路、风险评估、银流去向。族中长老会组成青议团，针对各商号的运行做点评建议，有时还会颁发商德奖、守信令。这是早期的行业年度复审，有点像今天的商会年会，但由宗族主持，效果更刚性。更有趣的是，契约文化的根源也出自祠堂。徽商写契极为严谨，每份契约都要备份3份，一份铺中自存，一份送至票号备案，另一份由祠堂保存，封印入匣，刻名刻日，谁敢动，祖宗面前开不得玩笑。这种契约精神从祠堂走向铺面，从家族传到分号，从徽州推向全国。徽商的信用系统就是靠这种家族契约链构建的，不是靠法院，是靠祖堂。祠堂还设长账库，专门收藏家族重要交易记录、历代经营总结、经典案例，这是经验数据库。每代人遇到疑难问题，可以回祠堂翻阅历史案例，比如上一代在哪次灾荒中如何处置亏损，某年如何应对市场萧条，都在这里有记载。这种经验传承比什么师徒制更牢固。你今天开的分号操作的一套办法，可能就是3代前祖上踩坑踩出的坑地图。徽商祖训也常把分利不均、败家之源挂在显著位置。他们明确规定，合股要按出资出力分红，不能偏心；伙计要按绩效分奖，不能人情；家中兄弟要按公平出继承比例，不得重男轻女。这种制度建设，使得商号即使在出现继承争议时，也有章可循，不至于兄弟反目、内耗崩盘。有些祠堂还设舆情反馈板，
什么是舆情？就是每年收集乡民对某家商号的评价，是否守信，是否欺压，是否赈济，是否妥善用人。这些反馈写进家谱中，既是家族面子，也是镜子。做得不好，下一代难以接棒；做得好，子孙荣光倍增。徽商让商业成败不只看利润表，更看口碑清单。他们把风评变成制度硬指标，这是现代品牌也该学的一招。而这些祖训和规矩，代代朗读，每逢节庆、祭祖、开年，子孙都要面前诵读、书写、背诵，甚至要在祠堂墙上写商道实训，要求每个掌柜每月对着自问，是否信守承诺，是否公平待人，是否以诚待客。这些不是道德口号，而是徽商构建商业信用体系的心理系统。他们知道，规则写在纸上不如刻在心里，合同藏在柜里不如印在骨里。一代代的商业成功，并不是靠一个个聪明人拼出来的，而是靠这套刻在祠堂石壁上的共同认知构建起来的。祖训不高冷，不神秘，它是徽商几百年沉浮中锤炼出的生意的底线。你不一定得信，但你必须遵守。你想发财，就得先守祖训；你想长久，就得照祖规。当然，也不是每家商号都能严格执行，有的为了眼前利益偏离祖训，最终走向败局。而那些真正做到祖训入心的商号，即使市场再怎么变，朝代如何改，他们仍能在乱世中稳住阵脚，代代有光。这正是祖训的终极意义，不是用来约束，而是用来指路。它不教你怎么赚钱，但教你赚了钱还能不疯魔。它不告诉你如何制胜，但告诉你在胜利时仍不失人心。然而，就算规矩再全，祖训再正，人再稳，也终究敌不过大势崩塌。在下一个阶段，徽商们将集体迎来他们人生最艰难的试卷——衰落。不是因为败家子太多，不是因为生意不好，而是整个时代变了。他们守住了规则，却没守住天时。我们将揭开那道终局之门，看徽商为什么从巅峰滑落，百年烟云悄然隐退。徽商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消失的，他们没有背叛祖训，没有败光家业，没有一夜垮台，而是像被悄悄抽掉骨架的房子，在看不见的裂缝中缓缓塌落。从清末到明初，从繁华如织到门庭冷落，这条曾跨越300年的商脉，在短短几十年内断了线。不是风水不好，也不是后代不争气，而是整个时代对他们关上的门再也打不开了。徽商的衰落不是一场意外，是结构性失重，是历史翻页。要说徽商滑落的第一块砖，必须提的是交通变革。过去依靠山路、水路、人背马驮的徽商网络曾是优势，因为他们熟路线、熟驿站、有驿铺、有人脉。但19世纪后期，铁路修通，轮船兴起，新兴港口连接海外贸易，过去那些靠腿走、靠人情撑的商路突然没用了。徽州本地并无大铁路通过，很多原本必经之地成了被绕开的死角。你再会跑，再有经验，铁路一开，你就被抛在地图之外。第二块压垮徽商的是盐政改革。清末开始，国家财政崩溃，盐业专卖体制逐渐解体，盐引制度取消，盐商特权不在，政府开始直接征收盐税，不再依赖商人承担运销任务。徽商早年在盐业中建立起来的整套垄断性渠道顿时失去根基，靠政策喂养的生意一断，再精的算盘也派不上用场。那些在盐道上布局多年的商号，不是被政策失宠，而是政策消失。第三点是票号系统的衰败。徽商曾广泛使用山西票号和自建账房票据系统来调银理账，但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，
洋行盛行，银本位制度被冲击，本土票号难以与资本雄厚、业务灵活的洋行竞争，纷纷倒闭。而票号一倒，徽商赖以周转资金的血液系统就断了，没有流动性，再庞大的商号都像身躯被封住动脉，迟早衰竭。第四是工商制度转型带来的合法性危机。清末民初，西式公司制度逐渐引入，股份公司、董事会、现代法人结构开始在沿海城市试水。徽商那套家族制加祠堂契约加道义合伙模式，原本在熟人社会中运行良好，但面对工商登记、股份发行、法律监管的新环境，显得力不从心。他们不愿、不懂，也不敢把家族私产变成公众股份。他们守着信义，却不适应公开规则。他们擅长熟人协作，却难以跨入陌生法治的公司时代。第五是教育结构的错位。徽商历来重视读书识字，但他们培养的人才以举人、秀才为主，目标是做掌柜、当文人、进官场。但近代社会需要的是懂洋务、懂洋文、懂金融、懂市场的人，而徽商子弟普遍排斥新学，不习外语，对新型商业模式缺乏了解，逐渐被一批新式商人甩在身后。你再会背四书，面对轮船运价、海关税率、电报合约，你就傻了眼。第六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。清末民初，中央衰败，地方割据，军阀混战。徽商原本靠捐助地方、维系士绅的模式与权力共存，但军阀讲的是拳头，不讲规则，哪管你祖训不祖训。很多商号在地方动荡中被勒索、被抄家、被强征、被迫关门。你再会写契约也没用，来的是一队拿枪的。做生意讲诚信，打仗讲谁抢得快。徽商在这种暴力资本化的环境下，自然无力自保。第七是城市重心的迁移。近代中国的新兴商业重镇从内陆转向沿海，从扬州、苏州、南京等地转向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。徽商的地理优势被彻底抹平，昔日的区域流通中心变成边缘。而那些新兴城市有电报、有银行、有洋务支持，徽商铺子慢慢变成老字号的招牌陈列室，挣得是情怀，不是市场。第八是文化结构的瓦解。徽商文化建立在宗族制加儒家商训加师徒制加守信用之上，但进入20世纪，这些体系在社会大变动中迅速崩塌。家族式合伙难以维持，祠堂被拆，祖训被遗忘，账房系统被瓦解，连伙计制都因为新劳动观念而遭淘汰。年轻人宁愿进洋场做铁路工，也不愿苦熬10年做个半途。徽商赖以维持的文化土壤从根上被连了去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徽商就没尝试过转型吗？当然有，一些商号在明初试图办机器织布厂、设合资洋行、投资报馆、开药厂，甚至搞银行、搞教育，也有短暂辉煌，但多数并不持久，因为思维、体系、市场全都不适配。他们是走惯了山路的人，突然叫他上高速，他连车都不会开。不是他们不努力，是努力的方向跟不上节奏。也有少数徽商后人转型成功，成为新兴民族企业的骨干，加入近代工商会，甚至踏入政界。但那已不是传统徽商的逻辑，而是新一代中国商人的逻辑。那不是徽州商道的延续，而是从传统向现代的断裂重组。而徽州本地也随着时代更替，逐渐变成旅游文化的记忆景区。老商号改成博物馆，账本放进展柜，祖训挂上墙，热心讲解员讲着当年诚实守信、童叟无欺的故事，观光客拍拍照，说一句原来古人也懂商业模式，转身就去旁边点一杯奶茶。徽商没死，他们只是退场了。
时代翻页后，老角色退下舞台，换上新人物，徽商留下的是体系、精神、故事，是一种靠规矩做事、靠人心维稳的商业哲学。他们没跟上现代化的脚步，但他们的路径仍能给我们一种启示：长久的财富从不是靠投机爆发，而是靠一代代耐心打磨、慢慢积累、谨慎维系。那么，那些沉淀在徽商基因里的智慧，那些家训、算盘、分铺、合同、账房、文化，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商业高速流动的时代，还有没有价值？徽商的生意经真的过时了吗？徽商退场了，可他们留下的生意经还在这个世界里隐隐作响。你以为那是几百年前的老套路，其实你每天都在用。从连锁品牌到供应链协作，从风险共担到信用管理，从文化背书到品牌建设，徽商早就把这些现代企业津津乐道的高阶玩法活生生干了300年。他们没念过 MBA， 却能写出一本最厚的商业教科书。他们不会用 Excel， 但算盘一拨就是资金流、信息流、人脉流。他们没有数据模型，却能凭经验和逻辑精准控制风险。他们留下的不是过去的知识，而是今天仍然可用的智慧。第一条永不过时的是小中见大。徽商从挑担卖布开始，不靠规模压制，不靠资本碾压，而是靠精细经营，专注细节，把小事做到极致。哪怕是一罐茶、一尺布、一卷纸，他们都能在配方、包装、定价、物流、客户维系上做文章。他们讲究利不可贪尽，势不可做绝，知道留下余地是最好的市场策略。这一点正好击中今天过度追求规模与流量的焦虑。做不大没关系，做得稳才重要。第二条是信立于行。在徽商的世界里，没有临时合同、一诺千金、客户说了算、口碑传千里。一个商号能做3代，不是因为产品多优秀，而是因为每一个账房、伙计、掌柜都把讲信用写进行动。今天的企业花重金打广告，却因一次售后出错翻车，而徽商靠几十年如一日的诚信，稳稳地绑住客户心智。在这个注意力稀缺、信任稀缺的时代，说到做到仍是最硬的核心竞争力。第3条，规矩就是护城河。很多现代公司失败，不是败在市场，而是败在组织。人心不齐，合伙人反目，制度失灵，文化失控。而徽商从一开始就把祖训、词规、契约当作基本设施搭建。他们的家谱是组织架构，他们的祠堂是法务办公室，他们的契约文化是公司治理。他们不需要律师起草条款，因为每一个伙计都知道违约的代价。他们教我们，规则不是限制，是让组织可以可控、可继承、可复制的必要条件。第4条是客户不是流量，是关系。徽商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，他们为客户备茶，为客户记生日，为客户家事送上份礼。他们关心客户家的收成，妻儿是否康健，是否有子嗣考科举。他们是最早理解私域运营的人，不靠广告，靠人情。他们的 CRM 系统不存在云端，全在人心。这种长期主义的客户维系仍然是当下高端服务业的核心逻辑。第5条是资源调动靠网络，不靠爆发。徽商讲究远商不如近亲，交易不如共利。他们用宗族网络、地缘网络、师徒网络搭建资源调配链，一家分铺货滞销，另一家来支援。一户掌柜银州转不过，组里票号先行垫付。这不是简单的我帮你，而是制度化的协同。今天的企业讲平台化、组织协同、共享机制，其实都是徽商的影子。
他们让我们明白，个人再能干，干不过一套能互助、能传承的结构。第6条是文化可以变现，徽商开书院、修祠堂、养风俗、立祖训，不是搞形象工程，是实实在在的商业加分项。他们用文化养信用，用信用养客户，用客户养生意。现代企业搞 IP、建品牌、做内容，其实就是重新走一遍徽商走过的文化杠杆路径。你信得过我，是因为你知道我背后有一套文化在自律，这种文化不是标签，是底色。第7条是危机是常态，不是例外。徽商有完整的应急方案，店铺被查，账房调人，货物被扣，路线更换，政策变动，资金分流。他们习惯在变化中生存，不靠好运气过活。他们知道市场随时可能崩，银价随时可能跳，官府随时可能反口。他们的弹性组织架构、高韧性的现金流管理、多元的利润来源，就是今天企业界最热的词——抗风险能力。第8条是人是成本中最值得花的部分。徽商舍得给伙计分红，舍得让账房掌控利润分配，舍得给女主人调银裁人。他们知道再好的账本也要人写，再稳的制度也要人守，人心安稳，铺子才稳。今天企业焦虑、员工流失率、组织凝聚力、文化认同度，徽商早就有答案，把人当伙伴，不当工具。你让他觉得这不是打工，而是共谋，他就会死心塌地。最后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做生意最终是做时间的朋友。徽商不追一夜暴富，他们追的是3代食铺、100年老号。他们花时间种善因，建文化，养人心，立规则。他们宁可少赚一点，也要稳一分。他们不是创业者，他们是经营者。他们把长久2字刻进每一笔决策，每一份账目，每一桩人事。今天的我们可能不会在大山里挑担卖茶，不会在黄河边租仓运盐，不会在祠堂里抄祖训，可我们仍然活在信息爆炸的洪流中，仍然要面对资金压力、市场变化、组织协同、客户运营、品牌构建、情绪管理这一套套难题。而徽商早就用脚丈量过的那些弯路，用银子换来的那些教训，用祖训沉淀的那些答案，依然能照见我们脚下的方向。徽商没有死，他们只是退到我们的血液里，在我们思考怎么谈判、怎么守信、怎么选人、怎么扩张、怎么抵御风险的时候，悄悄告诉我们：慢一点，不要贪进，要守一点分寸，要顾一眼人心。这不是怀旧，这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时代时最可靠的锚点。一个300年商道的尽头，是一句最简单的话：生意这事儿，别图快，要图久。好了，灯慢慢暗下来了，我们走完了这趟从徽州山路到京城闹市的旅程，一起看过一根挑担挑起的天下，一套算盘拨出的生意江湖，一位位老掌柜、女主人、账房先生，在夜里点灯熬银，用整整几代人的智慧，把一门门买卖做成了文化。现在你可以慢慢闭上眼，想象一下你自己也在那个铺子里。夜深了，风在门外吹着，账房还在拨算盘，炉子上的茶刚刚沸起。女主人从后堂送来一盏温酒，掌柜轻轻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这账又稳了1年。”时间安静了，故事也停了。你现在已经在梦里了。